好，华为发布会之后现在大家开始陆续要预约这个 Mate60RX 现在预约也很火爆啊。今天预料将会冲破200万人因为他们刚发布的这个旗舰新机这个 Mate 60RX 已经正式开始预购啦，所以光是在华为自己的商城就已经有超过179万人预约了，那还不用说其他通路加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可观所以看起来华为的强势回归，让联发科跟高通现在都剉了一蛋就觉得说，之前华为因为释出了这个市场大饼嘛，所以本来这个联发科跟高通就进补，这个分占了这个市场，但是呢，现在恐怕要被逐步讨回了。那法人也认为呢，华为不排除未来会推出中低阶的5G 手机晶片，来深化鸿蒙系统的生态系来进一步对于联发科的市占都会产生一些压力啊。那分析师也讲到说，华盛顿这一回真的是受到一些惊吓因为美国一直聚焦在阻止竞争对于自身的能力关注度却不够，就是我不让你强，但是我自己也没有打算要进步那种感觉那如果你努力让竞争对手的水平落后3代，其实你自己的公司也会落后1-2代，少了竞争很安逸嘛。那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好像也没有加快脚步往前冲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 i15也出现了一些过热的消息。韩国的媒体感觉上面说这会不会是台积电3奈米出包呢？那韩国的媒体讲说这恐怕是一个三星电子弯道超车的机会，捡到枪了呀。那但是现在目前为止苹果还没有对此发表言论但是市场上面也在那边众说纷纭，就说应该不至于是3奈米出包但是总之过热是的确有的，因为有些人用这个 i15 来玩游戏的时候，手游马上就变成像是一个保暖的蛋一样就很热这样子，所以这可能散热问题的确是需要改善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华为概念股也让其他的这个相关产业，比方说像是捷荣技术他们说哇，这个身价突破220亿台币这一档 A 股狂飙了4倍左右，就是受惠于华为现在目前销售跟预购非常的亮眼。那甚至还有很多加班加点赶紧生产这是高端的一些产品，超高端的品牌发布之后呢，概念股都持续在活跃当中现在多达58个个股都是跟着一起齐扬其中包含了32个成分股的涨幅都超过了1%左右所以其实这个整体带动了华为的一个供应链全面的，通通都是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体的市场，都有一些看好的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刘德华，他也献唱了登场这一首歌他说就是自身经验鼓励有问题就该自己面对，他也为这个杭州的养育会来献唱。那他说其实一推出就非常受到欢迎在这个很多的音乐排行榜里面都得到了第1。那歌词是怎么讲呢？他是说这世界上没有不败的人那每一次失败，每一次得不了奖，都是对于自己的一种动力我觉得这个登场是最重要的。所以人家感觉说华为不但是找了刘德华，然后再加上这个亚运好像这一次刘德华等于把这事情全面的通通都串起来，就是代表一个中国大陆展现出来他们的科技力，甚至说打不败的一个能力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杭州办亚运现在已经让古都变身成科技城，也让世界看到了杭州那这次的亚运会其实杭州非常的卖力，在社交的平台当中许多这种 hashtag 就是杭州办亚运有多拼的这样的一个热点话题点阅量都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那有哪些亮点呢？比方说像是杭州地铁进化成 cyberpunk， 人家觉得说哇超高科技的，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地铁的入口让人家感觉好像走到了未来一般。还有马路旁边的电子广告也化身成这种 3D 的魔幻浴缸，可以有互动的这种感受就是觉得哇真的是一个未来领先科技的一个城市还有路边的红绿灯都是吉祥物的模样已经不是小绿人了，已经变成这一次亚运的吉祥物。还有钱塘江畔的这个大莲花，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5G 讯号全面的覆盖，也是展现出来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网络有多么的普及啊，以及它的网速有多快。那除了亚运之后，奥运也有好消息，在今天微博上面哦，这个霸榜也是上海成功申办了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啊，所以也让微博的网友啊就讲说，哇，接下来换上海来表演啦！上海的这个上海人哦，也非常期待这个奥运资格赛也要在这边登场，来展现新一波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力啊。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首先讲这个韩国媒体说这个 Apple 15散热，就是说它这个过热是我们台积电3奈米出包。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科学证据，完全推测。那现在我看了很多报告，事实上主流的说法是什么？是说这一支 Apple 15它使用钛合金的外壳，造成这个机体的散热的困难，所以才会出现过热的现象。对，我们的是3奈米，怎么会一个3奈米的一个晶片就会造成整个机身过热？这是过去从没有发生，而且我们台积电技术会这样吗？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人抓到这个机会就为他们的三星着想，因为他们竞争不过我们台积电。它尤其在3奈米的制程上，它事实上5奈米它就已经被我们台积电就远远抛在后面了。对，3奈米更不要说。所以这个国际上这个竞争真的是这些碰到这些专门用奥博来竞争的像韩国这种是要散布谣言，我认为这个纯谣言。那真正我比较相信的，外面比较科学的，因为很多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 iPhone 15确实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主流的看法就是说，你那个使用那个钛合金的那个金属外壳才是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要上韩国人在这边趁机打击我们台积电的这个当。这我希望台积电也要出来说明一下，把它辟谣一下。这个真的把我们矛头指到我们台积电，这个此风不可长啦。那另外面这次华为这个 Mate 60RS 它的售价大概是1万人民币，它是属于 Mate 60系列的机皇产品，也就是它今天华为的整个行销策略事实上它已经要同样一个产品，它要从一般的消费者到中间消费者到高端的消费者，它都可以怎么样？它都可以提供一种让顾客满意的一种产品。所以 Mate 60系列现在你知道大概有三个区隔，从价位来看，从它的效能来看。当然这个 Mate 60RS 是受到很多喜欢用高端尖端产品展示自己消费能力的这个消费族群的喜爱，所以它的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那这也展示就是说华为这个公司它现在它的产品基本上要打到顶端的这个消费族群去了，那它也有相对的产品，比如说华为的这一支的折叠手机售价更高，人民币大概差不多算成台币的话，好像将近7万块台币。这个人民币这一支1万块，大概在4万块台币，都是打非常高端的这个客户群那你要打高端客户群，你要接受到愿意花更多钱来购买你产品，对你这个产品的各种方面的这个挑剔，各种方面的怎么样，对你的这种对你的信心的建立，那这就回过头来就是说，这支手机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多花钱，那这些手机它是属于这种保时捷系列，它设计就不一样，设计的非常非常的高档。另外呢，它搭载是第一支搭载所谓星闪功能的一支华为手机，星闪的耗能只有一般的耗能的1/3，功率是可是它的效能是一般的连接这种的10倍。所以这是一支还是很有特色的，我想它会经得起这个市场的考验的。好，来请教舰长。刚刚介大使讲的星闪技术是什么？是中国标准。现在小舰长再讲一个中国标准，什么中国标准？我们下面所看到的，这就是华为 Mate 60 Pro， 它叫做卫星移动终端。那现在我们看到这 Mate 60RS， 它是什么？卫星移动终端，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每一只手机你没有卫星连线的功能就是讯。简单来讲，
就是逊，就是很逊。然后呢，大家要追上这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了。我必须要回到那个晚清的四大名将里，那个四大名臣里面有一个胡林翼，大家记得吗？他当时他在长江看到了那个老外的民船，那个使用蒸汽推进啊，跑得很快啊，甚至赢过了那个清朝水师的这种那个帆船摇橹的船，他气得在旁边吐血。现在每一个去华为排队的，都是为了出这个1566天制裁的恶气。有人问啊，小舰长，你是不是也想要有一个？我不要，我要等到华为在台湾落地的时候，我也要排队去买，我要开直播。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中国人的荣耀啊。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不是在解盘啊。这个那个，如果要购买股票，那个小舰长没有推荐啊。那个我们现在看的是这第一个剑桥科技，网通它其实在大陆生产的是网通设备股。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不但要涨停，而且要涨不停，看是不是这样？它最主要的交易商是什么？华为啊，也就是华为它自己股票没有上市，可是它的成分股全部统统都在涨。我们这边看到的那个西林信息负责安全软体的，看到极炫信息就是智慧移动终端的这个产出的技术的，全部统统都在涨。这个是今天的，因为小舰长的软体只能看5天啊，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华为带动了中国的经济。然后我们如果最后让我讲一下，看到那个亚运这个是什么？这是电竞中心啊。这电竞中心从哪一年开始做的？2022年，人家立刻把那个一个不毛之地盖成像是星际战舰的地方。然后我们看看里面它有4个大屏，还有4个角屏，这个比我们看这个 NBA 的这个主场馆进步的太多了，更不要讲说它跟新闻使用的是那个云端技术，这一些都立下了中国标准，以后的要追上来非常难。好，请教左老师。好，那个首先啊，就刚才那个新闻做一个补充哈，因为环球网的那一则就是关于演习的消息呢，其实是粤航警发布的，就是海事局。那这个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蛮低调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明天真的演习的时候会不会大陆还会不会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发布哦，但目前看起来是蛮低调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地点应该没有包含黄岩岛。那当然可以再去确认了。就看到我初步看起来是没有包含黄岩岛，所以我想这个演习其实主要的用意当然跟黄岩岛有关系，但他又不希望太过高调的展现出来说他就是要针对黄岩岛，但是其实言外之意，它是要针对黄岩岛这个，就是中非之间的发生的这个一些冲突哦，它其实是要展现，因为之后菲律宾还会跟美国在进行联合演习，所以它等于是提前来表现它的一个回应哈。那回来讲到这个关于三星跟台积电之间的竞争，其实三星跟台积电本来应该是没有竞争的，因为三星是所谓的整合元件制造商嘛，它的这个 IC， 它的这个半导体是供应给它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产品去做使用的。那台积电它是承接这些所谓的就是设计商它的订单，那所以说台积电的这个客户是像这个什么Qualcomm啦，或者是这个Broadcom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专门做，或者像这个联发科这样专门设计的，然后他来替他们制造。本来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但为什么现在两边竞争的这么激烈呢？其实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半导体的整个全球的销售大幅下降。今年的第2季半导体的销售比去年同期销售下降了将近17%左右。那如果你去看像在亚太地区，
在中国大陆、亚太地区，这个是少了20%，中国大陆少了24%，美国也少了17%。所以整体全球的这个半导体的销售，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大幅的下降。那这个当然就使得原本你只是针对你自己公司产品的这种供应呢，你希望向外扩展订单吗？所以你要去跟你要跟这个三星要去跟台积电去抢这些所谓 design house， 就是这些设计商他们所释出来这些订单，我觉得这个才是为什么它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第二个当然很重要一点，当然是苹果跟三星的这个竞争啊，因为三星本身它的手机它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当然就是苹果嘛，所以它要攻击台积电的目的是要攻击苹果，因为两边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当然，这个也是因为整体市场的这个成长其实是有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为什么会有这些半导体的下滑，半导体销售的下滑也好，或者成长这个手机成长的这个下滑，手机成长的这个受限，其实这个也都跟整个就是全球经济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包括说美国去制裁这个中国大陆禁止它的这个设备商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这些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成长。那当然，中国大陆本身经济碰到的一些困难，这个也是整个这个经济成长，就是说整个半导体市场或者是手机市场，它要面对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限制。但我认为比较有趣的还是在什么，就是他提出来了很多进一步的这些数据，这些进一步的这种分析跟比较啦，说三星使用的是所谓的多闸极电晶体啦，台积电使用的是所谓的叫场效电晶体啦，前者是三星的这个是比较强，台积电这比较落后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你看技术可能各有长短，可能大多数人也不太了解，我觉得是看结果论嘛，看大家用的怎么样。所以任何一个技术好与坏，有时候不是从技术看技术，最终还是看消费者买不买单，消费者方不方便，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习近平会不会出席 APEC 峰会呢？人家问到了王毅哦，王毅的回答是这样子，他是说美国必须要负起主办国的职责，为峰会顺利举行创造有利的条件。感觉上面在点美国啊，你是不是有创造一下让中美可以坐下来好好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不是说，好像这个 APEC 又变成一个你在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国务院也发表了最新的携手建构人类共同体的中国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啊，全文2万字，出现了151次的共同，还有19次的大国以及0次的美国。所以它大概的内容上面就讲说，大道至简啊，各国应该要加强对话。未来可期。那甚至呢，谢峰也在这个 Twitter， 就是现在变成 X 上面发文加码，就说王主任呢昨天跟美国的前财长鲍尔森见面，希望美国以实际的行动扩大正面清单，缩小负面的清单哦。那中国大陆是不是就在等美国的诚意呢？3个诚意嘛。那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特首李家超也提到，这个现在仍然等待美国邀请特区政府会按规则出席 APEC，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 APEC 可能这个习拜能不能见面还有一些变数哦。那的确，现在经贸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利器，现在要迎来中国大陆的11长假，那他们的民航局也预估大概会有2100万人将要搭机出游哦。在9月29号到10月6号这8天的连假当中大概有2000多万人可能要旅游哦。所以今年5月之后，疫情之后的首次黄金周其实你看到中国大陆各个的旅游景点甚至我们有讲到淄博烧烤全部都是塞满了这样子的旅游人潮那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比方说东南亚国家也很期待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旅客来访。比方说，这个泰国的总理现在也是亲迎，就说这个免签的陆客来抵达曼谷这热烈的欢迎他们。但是越南现在恐怕就惨了，因为中国大陆不满美国跟越南这边好像走得很近所以现在
在要封杀越南的水产哦，有6吨的出口中国的龙虾现在卡关，然后全部都死光光了，所以看起来这个越南现在损失也是挺惨重的。但是美国现在自己本身的经济也是一团乱哦，白宫现在面临到了这个关门哦，垂死挣扎，美股还出现了大跌的情况，大跌了400点呐、那个现在这个等于说汽车工人在罢工的情况还持续在越演越烈当中。马斯克又讲说，这些工会的诉求其实是在加速3大车厂的破产呐、那拜登现在还跳出来力挺哦，很奇怪啊，拜登的角色就是让大家觉得很错乱哦。他还说跟着罢工游行喊着坚持下去，你们会得到你们该赚的，好像是局外人一样，政府自己也这样跟着跳下去哦。有商案是不是？我们来听一下。UAW, you save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back in 2008 and before. You made a lot of sacrifices. You gave up a lot, and the companies were in trouble. But now they're doing incredibly well. Folks, stick with it because you deserve the significant raise you need and other benefits. So let's get back what we lost. So let's keep going. You deserve what you've earned, and you've earned a hell of a lot more than you're getting paid. 对，所以他就是好像政府也跟着一起跳下去抗议，让大家觉得这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们看现在比亚迪的市值已经重回到全球前3了，车企的前3。那连德国的车厂也都被甩在后头哦，仅次于现在 Tesla 跟日本的丰田哦，急起直追。所以现在这个汽车产业的话，如果美国继续在罢工的话，恐怕这个比亚迪也要弯道超车，也让 Tesla 有点紧张。那现在距离美国政府的关门好像据说只有倒数5天的时间哦。现在参众两院在各寻出路哦，希望能够确保在新的财年之后还能够短暂运作。所以美国现在经济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妙啊！连穆迪都讲说，如果美国政府关门的话，将会对信评造成负面的影响哦。跟其他3A 的国家相比，现在美国的财政的这个政策制定力道比较弱。倘若如果政府关门的话，就会再进一步的调降它的这些信评。那据说啊，因为现在这个美国政府陷入关门的危机，连他们的大熊猫活动都喊卡，所以这个影响的层面非常之广啊。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啊，就是时间在11月15号到17号，地点在美国的旧金山。美国是所谓的轮值主席国，所以他负责办今年度的所有 APEC 会议，包括峰会。那美国并不是 APEC 的老板，美国只是 APEC 的轮值主席国，所以他没有权利去决定 APEC 的会员哪一些会员可以去参加峰会，或者不能参加峰会。他作为一个东道主，他的义务是邀请所有的会员都来参加。可是美国因为国内这些有一些反华的人士一直在呼吁说李家超不能邀请。为什么不能邀请？因为他被美国政府曾经做制裁。因为在香港动乱的时候，李家超是警政处长，负责香港的治安的维持，他负责恢复香港的秩序，在街上逮捕了很多打砸抢分子，然后美国政府就制裁他。很奇怪的，他在进行他的职责，一个社会满街有这些暴力分子，对不对？见人就是说无任何预警式的攻击。他作为一个警政处长，在执行他的公务，干美国何事？美国对他进行制裁。对。然后呢，他现在作为现在做香港特首以后，美国说他因为被我们制裁，所以我们不邀请他来。我刚刚说过，今天美国扮演 APEC 只是一个轮值主席国而已。对，轮到你了。你的义务，这不是你的权利来决定谁可以参加。所有 APEC 的会员国都有完全的权利参加 APEC 任何活动，你只是借你的地方来办，你居然可以决定说 APEC 会员这个我邀请，那个不邀请，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惯例，跟作为一个 APEC 会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义务，所以就是无法无天4个字。所以呢，这一次美国还居然说，他这个 APEC 的这一次的这个峰会主题有3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永续，第3个非常讽刺，叫包容 （inclusiveness）。包容，你连会员你都排在外面，你还包容谁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已经完全无法无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
1月15号到17号，李家超讲得很清楚，还没有收到你这个邀请函，你到底是邀请还不邀请？所以呢，我想今天习近平会必须参加这个 APEC 的这个峰会啊，完全看美国政府怎么对待啊，有100%权利去参加 APEC 峰会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好，来问舰长。我们刚刚看到啊，那个马斯克在这边讲那个抨击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诉求。我们知道诉求是什么吗？诉求要加薪40%，每周工时32小时，32小时哦。如果以5天来算，每天工作6个半小时左右。6个半小时要增加40%的薪水，可以啊。我们就看着这3大车厂啊，就是陆续的破产。如果真的可以，当然拜登是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因为老板就那几个嘛。可是呢，下面的员工工会的，通通都有投票，都有投票权。他要的是投票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到民主制度最阴暗的地方，为了选票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民主政治原来是如此吗？不是。那问题是被这些政治人物操弄成这个样子。讲到工会，其实工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张忠谋在2016年的时候，他就在讲了 Google、脸书为什么成功？因为他讲没有工会，所以成功。那有工会呢？现在我们就看着台积电在美国设厂，有工会的下场是什么？有工会的下场就是你自己能力不足，你又要加薪，然后你又要工时短，那从台湾派人去支援，能够及早完成设厂，你又不愿意，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说，美国的基建为什么长成今天这个鬼样子？铁路很烂，公路很破，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需要的是合理的工资、合理的时数，而不是高昂的工资，然后非常少的一个时数啊。现在美国人要求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来看全球化这件事情，讨论全球化这件事情，事实上就是张忠谋最近1-2年常讲的事情啊。然后他在今年的7月，接到工商协进会的一个邀请，然后演讲重新定义全球化。他讲得很清楚啊，也就是美国的全球化让很多的工作到达了东亚，现在回不去了。所以从军事的角度，你要造舰办不到，为什么？因为造舰现在最厉害的第一中国，接下来排第2名，第1名跟第2名差距很远，第2名是哪一国？韩国，可是很远，而且韩国最会搞什么小动作。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美国不怨天不尤人，就怪自己就对了。好，请教左老师。好，首先我想要先一个问题就是这里头讲到那个越南的龙虾那个问题其实越南官方已经发布这个新闻，发布声明澄清了，说这个并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刻意去挡这个龙虾，而是因为中国大陆加强了它的疫情管制，所以使得它的通关速度都变慢了，在那段时间通关速度变慢，所以才导致了有6吨的龙虾，就是在进关之前就已经死亡。那现在他说在那个之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速度又恢复正常。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有时候就很多人会容易去联想，其实越南跟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拉近距离，越南花了很多功夫去跟中国大陆解释，双方其实有很好的沟通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并不是像很多人去想象说双方因此而变成非常紧张啊，越南要联合美国来对付中国大陆。我想这不是越南的一个外交风格，这可能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那进一步，我觉得其实我认为我们值得要去看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关于李家超去 APEC 这个事情。欢迎
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大家好，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谢文吉稍后会加入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赖清德的一种鸵鸟心态哦，面对到东海大学的学生很担心啊，就是说现在这个两岸哦，到底会不会开战呢？赖清德是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方式哦，他用反问的，我们来听听。你要不要分享你的观察，会不会有战争？我觉得，我好怕说错话，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内，中国可能还也没有那个野心跟能力来做这件事情。站着，你同学答案，你请举手。你看，多数嘛，张老师。对，你看赖清德到底是在讲什么呀？其实你看哦，学生会问你，是不是就代表学生有担心？那你不直接回答，你还叫学生回答，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看学生紧张都到结巴了，你敢质疑吗？你敢质疑党吗？你敢质疑赖神吗？在这样所有人都可能可以看到直播的情况下，可能都可以知道你的名字，甚至肉搜的情况下，你觉得学生敢讲答案吗？所以这种感觉哦，就是啊，我明明就是应该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赖清德，我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却用反问的方式，我用一种好像让全民公审你的方式，让你来回答，会不会呢？所以这压力直接抛到学生头上嘛，这就是赖清德回答的方法哦。所以我们真的忍不住要摇头啦，这就是一种恐怖。那他就是问了，就是因为他害怕了嘛，所以你觉得他自己敢讲出来答案是说觉得会要战争嘛？所以最后啊，所有的学生们在这样子一种什么群众的气氛之下啊，觉得不会战争嘛？啊，大家都举手哦，好，那这一题就过了。这就是民进党啊，这就是民进党用这样子一个这个啃舆论的力量，让你不敢质疑他哦。那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黄曙光的讲法是说，这个2027年呢，我们可能可以达到4艘的这个潜舰国造哦。这他近期在内部会议中表示，加上现在的舰龙级的这个潜舰哦，期望我们可以用于作战的潜舰数量，2025可以达到3艘，2027可以达到4艘左右哦。那真的是有办法达到吗？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质疑哦，因为你看这个大内宣感觉上面有一点出包，因为他讲说这个后续的舰量产量哦，其实还没有编列预算，所以军方表示根本就造不出来。总统府操作大内宣竟然出包，而且中央社还发布了校正的公电哦，也就是所谓的3艘国造潜舰是指1新2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反正大内宣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们本来黄曙光告诉大家，这个潜舰呢，是我们要来守住太平洋，守住第一岛链啊。这个讲法好像他也不是第一个哦。我们来看看日经这边他的专访，潜舰国造的召集人说，本月可以下水，未来可以阻止解放军围台，因为我们一旦被封锁就完了。黑羽北陈将军也是这么讲他说，我们在这个宫古哦跟巴士海峡，只要各摆2艘潜舰，解放军就会吓到不敢动哦，千军万马都出不去。2艘潜舰就可以让解放军千军万马都不要出去了，这是不是有一点异想天开呢？就像他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讲8万解放军的船都会被击沉上岸之后没有补给，所以我们解放军全部都到我们台湾的大卖场去抢东西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个城镇作战的准备，就是要预防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军事专家，我们等一下也来请舰长帮我们解析一下，真的可能吗？我们2艘潜舰就可以封锁，或者3艘潜舰就可以封锁解放军嘛？我们看看解放军到底有多少潜舰，74艘。好，没关系，台湾跟日本好朋友，我们4艘加上日本22艘，美国71艘，我们能够封锁吗？这其实还是我们请专家等一下告诉我们答案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大陆呢，要破美的第一岛链。现在韩国的媒体讲到说，尹锡悦哦，是不是兵外交过劳了？他主持内阁的会议还流鼻血哦，这是什么情况？说过劳所致哦，因为才刚结束完美国纽约紧凑的行程返国，所以身体就出现了异状。然后呢，日本的新防相下周也准备要访美哦，要跟美国的防长奥斯汀
要来见面哦，要有会谈，可能就会就台湾的议题、台湾有事这个议题来确认日美的同盟的嚇阻力，还有应对的能力哦，并且对于这个自卫队还有美军的联合行动加速协商。那现在北京对于美日韩紧密的合作可能有一些意见，所以中日韩到底会不会这个事隔4年来举行这个首场3国峰会呢？目前看到中日韩的高官已经达成了共识哦，计划要尽快举办中断将近4年的3国峰会。外界就推测大概会在今年底，就是12月的时候来召开哦，就是中国大陆要破除这个美日韩这样子的一个同盟关系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美国是要退守到第2线了吗？哦，第一岛链台湾来守嘛，因为我们有这个4艘潜舰，据说可以守得住嘛。那第2岛链现在目前南海这个黄岩岛这一边哦，菲律宾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为了要阻挠这个菲律宾的渔民进入到黄岩岛的传统渔场捕鱼所设的这个浮动屏障，他们现在把它移除了。过程当中，两国并没有发生对峙。那面对到中方在南海的一些举动，菲国说他们不会退缩。汪文斌的回应是讲说，黄岩岛其实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将会采取措施来驱逐菲国的船只。所以中方坚定的维护黄岩岛的主权跟海洋的权益，奉劝菲方不要挑衅滋事哦。所以中菲两国现在目前还是在这个黄岩岛上面的捕鱼的事情哦，看起来的确好像这个各自都不让步。那菲国的渔民讲说，绝对为了生计不会放弃的。现在目前南海的争端呢，菲律宾可能会在这个国际法庭上面来寻求赔偿。根据这个菲律宾的《新报》，他们表示呢，今后可能会采取任何法律的选择，包含向国际法庭来提出这个归还或是赔偿的申诉。所以这样的问题恐怕他说还需要审慎来考虑。但是呢，这也的确是不是背后也有美国的力量推着菲律宾一直在跟中方在可能叫板或是作对的。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觉得就是说赖清德在这个接受到学生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打仗，他居然不回答，他就问学生会不会打。这个就是表示他心虚啊，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他的答案是不会打的话，那就很恐怖了。那意思是他可以胡作非为啦。那如果他认为不会打的话，那你天天花了6000亿的国防预算在干什么？一天到晚说要增强国防预算干嘛？对不对？那你就不必这样做嘛。那你说会打的话，那你有胜算吗？你有想办法去规避这场战争吗？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他今天不是在那边选什么台南市长啊，他面临的最大责任就是怎么样？就是国防跟外交，还有两岸关系。如果他对国防的事情他都不能说会战争还是不会战争的话，你根本不晓得他要做什么。我们不晓得他最重要的问题，他没有一个认知，他也没有一个假想的话，他怎么当大卫？他就一天到晚东说西说的，就不敢面对问题，还居然我今天问问题，你反问学生，那你干脆重新去当学生算了，你大学生重新做一遍算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的潜舰照这个俞北辰的说法，放2艘放在巴士海峡，中国大陆就不敢动。我们现在就有2艘啊。那有放过没有呢？那我们现在就有2艘哈。我们那个剑龙级的，当时30年前，我们跟那个时候跟荷兰买这2艘舰艇的时候，是世界级的大新闻的。这个舰艇这个潜艇也不差，这个有3000吨呢，将近3000吨呢。我们像李捷以前做过这个舰长啊，还有我们那个李喜明，都是这些潜舰部队出来的啊，都是很有训练有素的啊。那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舰艇每天走巴士海峡进出，飞机也走巴士海峡？那我们现有的潜艇在干嘛？对不对？这个讲话，我觉得这个讲法是，你是觉得台湾老百姓好骗吗？还是台湾老百姓都是像你想象那么无知吗？觉得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很那个。现在这个黄岩岛的事情是很严重的。如果说出现冲突的话，这个整个东亚局势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台湾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华民国政府也应该有一个主张哦。我们是主张南海是我们的主权，
南海诸岛也是我们的领土啊。那这个蔡英文让我们的主权睡觉，要睡多久啊？在那边装睡不醒。对，钓鱼台也是人家的，那你太平岛你有什么资格在那个地方？太平岛在南海，那个南海11段线是我们中华民国主张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话，我觉得就是跟这个赖清德一样，对于国家主权生死之大事哈，非常非常的轻忽啊。好，来请教舰长。思有2种，专家也有2种，一种是真的那个术业有专攻的，另外一种就是专门害人家，也就是专门害人家，就是专门提供错误的讯息啊。这一本书啊是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位老师出的啊。那他这本书叫做什么？海神的工具。他其实在讲从1960年代开始啊，那个在第一岛链这边部署了非常多的水下听音阵列，但是现在这个水下听音阵列呢，看样子已经不太能够符合现在阻抗解放军的一个动作了，所以他们要做性能提升啊，这是最近的一则新闻哦。其实这样，我们台湾就可以2艘放在巴士海峡就有用了吗？这我必须讲啊，这就好像是一个陆军的长官派2个兵站门口嘛，在门口就好了。这种陆军的思维啊，来解决海军的问题，这个啊，才真的是让人发抖啊，好可怕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啊，这是现在我们常常讲说运8反潜机实际的状况。我们这样子来看这一架飞机啊，它跟我们的 P3C 跟美军的 P8A 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该有的全部都有。什么叫做该有的全部都有呢？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声纳声标投放口也有，它也有那个后面的磁测仪，它也有。那前面的有关于这个水面搜索的雷达，它也有啊。那所以我们就这样讲，这个就是战力。虽然解放军对于反潜战力进步的比较开始的比较晚，可是它进步神速啊！你说小舰长，你说神速就神速了吗？不然呢？2021年2次，年初1次在南沙附近，这件事情，南华早报是有登的。美军有疑义，可以抗议啊，没有抗议。第二件事，也就是2021年同年的10月，康乃狄克号不是撞到连鼻子都没有了吗？前面也就是潜舰最前面其实是它的声纳之所在，都撞没了。那你还真的期望美国来协助吗？我们刚刚看的那张图片啊，其实俞北辰他讲说，我们只要守住巴士海峡跟宫古海峡就好了。第一个，宫古海峡确定你可以去守吗？轮得到吗？那第二就是说，这是日本的那个专属经济区，你跑去干嘛嘞？对不对？那个不懂海军也就算了，连那个国际海洋法也不懂，这真是令人心寒啊！那解放军这样就怕了吗？没有哦，解放军经常穿越对马海峡是为了什么？是跑辛酸的吗？还是去耗油的？当然不是啊，我们都会讲原因啊。那一路从南海下来，有巽他海峡，有龙目海峡，这一些都是解放军不断的在练习穿越的海峡，人家不断的在练，我们呢，我们的长官就是不断的嘴炮，什么都准备好了。潜舰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我们的环境很特殊啊，也就是我们在台湾海峡上面没有办法，就是说潜舰没有办法活动，只有在我们台湾的东岸。那我们在台湾的东岸的运作呢，那事实上来讲才是我们潜舰发挥的地方。那是不是现在的那个一艘新的加2艘旧的就可以了？其实我那个数量远远不足，但是你现在没有预算，你还要讲什么呢？其实都是大内宣。好，我们来请教左老师。好，我其实还是想谈一下赖清德这一番非常不适当的发言。
他这里头讲到了，其实我认为要跟各位观众补充2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5跟50。基本上来讲，大概在半年以前，其实就有个民调显示说呢，如果是侯友宜或者柯文哲当选总统的话，大概两岸开战的几率会低于5%。但如果是赖清德当选总统的话，那么会比这2位当选总统的这个几率呢，可能会高10倍，可能会高10倍。但是这个高10倍是多少呢？可能还没有达到50%。所以你说，如果他当选，是不是一定会发生战争？如果我们照这个数字来对照来看的话，应该他也可以宣称说没有，可是这只是第一个数字。我认为第2个数字是更惊人的一个数字。第2个数字是什么？就是我们去比较从裴洛西访台之后的围台军演到今年的这个蔡总统访美之后的大陆的军演，再到最近这一连串的这个两岸的情势的变化，我们来看民调的这个反应啊，我们大概可以综合各家的民调，大家可以得到另外一个数字是什么？台湾认为两岸会开战的大概3到4成，认为两岸不会开战的是5到6成。换句话说，多数人认为两岸是不会发生战争的。那这个数字其实对民进党是有利的，因为民进党就可以用这个来告诉全国民众说，你看民进党呢，这个虽然对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攻武吓，但是你放心啦，不会有事啦。民进党甚至要走台独路线也不会有问题啦，因为对岸不会打来了，他不敢了，他没有能力了。这个大概是这个反映的，其实是对民进党长期以来的这种宣传其实是有一定的效果的。第2个，但是我认为比较危险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国际也认为两岸不会发生战争，其结果是什么？是美国就不需要援助台湾啦，美国不需要对台湾军售啦，美国也不需要推出一系列的法案来支持台湾啦。所以说，今年就是大概在1个月以前，那个时候众院的中国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当时他说，赖清德如果明年如果赖清德当选总统，两岸会变成非常危险。他说，两岸非常危险，两岸未来会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危险，尤其是明年如果赖清德当选总统。但是赖清德办公室有没有去发文去驳斥呢？没有，因为他非常了解到，如果美国不认为台海非常危险，美国对台湾的各种援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的频繁的程度，这样子的高规格。那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忧虑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当大家都觉得不会发生战争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认真去面对战争的准备啊。所以我们的从这个不管是报考军校来讲，或者是已经入伍的这些志愿役，他的退训的这个人数，其实都是蛮惊人、蛮让人害怕、蛮让人担心的事情。这就是因为我们国民没有这种忧患意识嘛。所以为什么侯友宜在美国他特别谈到忧患意识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国人没有忧患意识，大家不会去有这个决心去保卫国家来进行准备，那当然你就会使得任何可能发生的状况呢，我们会没有办法应对。我认为这就是民进党在国防政策上它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他不愿意面对现实，而这种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态度，其实是会把国家带入险境的。好，我们来插播最新消息哦。因为刚刚根据这个我们掌握到的消息，就是中国大陆这一边有发布说最新的一个消息，说南海要进行演习哦。然后时间是在今天的上午6点钟到11点，以及傍晚的这个1800明天的这个9月28号的1800到这个晚上的9点半钟哦。所以也要在南海这边来进行新的一波的军事演习。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